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36岁，演艺路上逐渐蜕变成非著名演员。从电影的口碑和票房成绩来看，第20条是一部远远被低估了的作品。在今年的春节档，新片票房榜上第20条排在第4位，目前拿到了5亿的票房成绩，甚至落在了动画片《熊出没》逆转时空之后。对比《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2》，更是差着一大截。但7.9分的口碑评价却完全不输这两部电影。究其原因，与第20条的题材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虽然影片中也有喜剧元素的融入，但主要讲述的还是刑法第20条中关于正当防卫的条例。对于更喜欢合家欢氛围的观众来说，首选并不是第20条，也影响了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但有一说一，第20条才是今年春节档真正的黑马影片。题材新奇，角度犀利，选角精准，优点一抓一大把。不过看过电影之后，最想夸的还是赵丽颖。事实证明，36岁的她已经在成为非著名演员的路上越走越远了。01挑战聋哑人形象，3场戏惊艳4座。郝秀萍是第20条中的灵魂人物，原本的人设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聋哑人，但赵丽颖为了更贴合现实，在拿到剧本后，故意给自己加难题，与张艺谋商议，让郝秀萍像影片中的女儿一样，也是聋哑人，不仅要学手语，还要在没有一句台词的情况下，演出多重情绪，各种爆发的时刻都对赵丽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赵丽颖台下磨剑，台上见水准，用3场戏就演出了惊艳4座的效果。第1场，抢女儿。郝秀萍的丈夫进了监狱，她为了躲避村霸的骚扰，带着女儿去车站，结果村霸先她一步，差一点就把女儿抱上面包车私自带走。看到村霸抱着女儿上车时，郝秀萍着急地张着嘴上去就抢孩子。由于没法呼救，郝秀萍只能是使劲张着嘴，做出要喊出声的状态，来表现人物受到惊吓、焦急的样子。赵丽颖以这样的方式出场本就让人惊讶。虽然在这之前她已经演绎过村妇的形象，但造型没有这么接地气，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也破旧不堪，就连身上的包都是又老又旧的款式。但所有的外形设计都不及赵丽颖的演技观感真实。她在与村霸拉扯时，韩明等人恰巧赶到，赵丽颖疯狂地甩开自己的手臂，但身子却始终护着女儿，拉女儿的同时又没有那么用力。这样的动作，把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赵丽颖的表情则是将人物内心的恐惧害怕表达得入木3分。第2场，得知女儿失踪。对于郝秀萍来说，丈夫已经进监狱了，此时的她无法确定自己的丈夫能否出监狱。女儿对她来说就是命，是活下去的全部希望。然而，郝秀萍将女儿托付给了李茂娟，却在自己去找大勇寻找刀的下落时，得知自己的女儿失踪了。不确定消息真实性的她，第一反应就是问孩子怎么了。赵丽颖用力地比划着手势，依旧是张着嘴的状态，肉眼可见的紧张担忧。由于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赵丽颖的动作越来越大了，眼眶里也蓄满了泪水。无论是对方听不懂自己手语的焦灼，还是女儿失踪的痛心，她都只能用更夸张的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那一刻，既能够感受到她的无助，也能从她眼神中解读出绝望的情绪。第3场，绝望跳楼。情绪彻底的爆发是在跑上天台之后，自己的丈夫很有可能被判刑，女儿又找不到了，而郝秀萍自己也是受害者，多次被恶霸强奸。此时的她已经没有了任何生的希望，跳楼是她唯一解脱的方式。她也知道跳楼或许还能让女儿有一线生机，引起大家的重视。赵丽颖的眼泪淌满了脸，她的手语也更加的用力，头发在风中凌乱，
而他倔强的脖子上的青筋都抱起了。看到赵丽颖如此精准地将情绪传递给了观众，那一刻最大的感受就是对郝秀萍的感同身受。而当她向韩明伸出手时，同样流着眼泪，但她的眼神中却多了几分希望，这种希望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棵稻草一样。这3场戏让赵丽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第20条里的绝对主角，演技爆发力和感染力不输任何一位演员。02知否改变赵丽颖，第20条打开更多可能性。赵丽颖的戏路觉醒比其他85花更彻底。知否这部作品改变了赵丽颖，明兰一脚对她触动颇深。在这部剧之后，她的感情尘埃落定，但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变。但作为宅斗剧的天花板，赵丽颖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不只能够演得了古偶剧，还能撑得起这种高品质的剧集。在这之后，她又尝试了悬疑题材的《谁是凶手》，农村题材的《幸福到万家》，商业题材的《风吹半夏》。这部作品的风格大相径庭，赵丽颖刻画的角色却每一次都能让观众惊艳。这些剧中角色的人设都很鲜明，但在以往的影视剧中并不常见。没什么参照物，全靠自我感受，也不影响赵丽颖一步步地摸索出了戏路，把人物吃得透透的。这一次合作，张艺谋在第20条中演绎聋哑人，对赵丽颖来说，则是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先前的作品多是小荧幕为主，很少在大荧幕中挑大梁，而第20条则证明赵丽颖的演技也经住了大荧幕的考验。过去的赵丽颖流量比实力更出名，但这种知名度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同质化角色的不断累积逐渐降低。但多部优质作品的推出和这部大荧幕之作第20条，却让赵丽颖成为了非著名演员。靠本实战的注脚，才能走得更远。赵丽颖值得大家认可。赵丽颖这个在娱乐圈中引人注目的名字，已经走过了36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的演艺生涯经历了许多波折，也见证了许多辉煌。然而，当人们看到她如今的状态，可能会感到一种非常不同的震撼与认同。36岁的赵丽颖不再是那个年轻的少女明星，也不再是那个只依赖于外表和人气的流量明星。相反，她正在逐渐成长为一位备受业内认可的非著名演员。这并不是说她的名气在消退，相反，她的名字在娱乐圈中依然熠熠生辉。然而，与过去相比，她更多的被赋予了一种演技派演员的身份。她逐渐淡化了以往偶像剧的光环，转而涉足更加成熟、深沉的影视作品，展现出了更为多样和深厚的表演功底。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塑造，她不再满足于表面的美丽和甜蜜，而是愿意挑战更具深度和复杂性的角色。她通过精湛的演技，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了观众们的赞誉与认可。赵丽颖36岁的演艺之路，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超越的过程。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并且在行业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关注。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舞台上，她展现了一种不畏惧、不停止追求的精神，也激励着更多的人们勇敢向前，追逐自己的梦想。因此，让我们一起期待赵丽颖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展现出她的非凡魅力，用她的才华和实力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日本掀起王一博热潮，人气飙升，将抗日电影带到日本贴脸开大。无名上映时被黑的有多惨，如今就有多给国人长脸。前不久，梁朝伟、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无名》定档在日本上映，并且上映日期还是选在5月3号，也就是东京审判纪念日，就是在78年前的这一天，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战中日本的甲级战犯进行了国际大审判。电影选择这个日子在日本上映，绝对是别有用意。要知道，《无名》讲的是抗战时期
地下工作者用生命保家卫国的故事。电影从1938年广州沦陷讲到日本投降前期，一直到抗战结束，先辈们都没有停止战斗，让观众以谍战片的视角了解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去年今日，从电影院走出来的那份震撼，至今难忘。顶级的电影的艺术和制作先不说，光从一个点真的说来惭愧，因为电影无名，才第一次知道侵华日军在战败投降后是有无罪释放的，有选择衣冠楚楚或者回老家过上网生活养老的。这一历史事实令人震惊，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那段历史的残酷和复杂。而电影传达的信息振聋发聩，不能因为脱下军服就掩盖自己曾是战犯的事实，用这种方式逃离审判，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从小时候开始，我们接触到的影视作品中的汉奸和鬼子形象往往都是脸谱化的，缺乏深度和真实感。无名这部电影却采用了独特的拍摄方式，直接触及观众的心灵深处，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特殊时期的残酷和艰辛。然而，无名在上映时却遭到了不少质疑与攻击，有人吐槽电影太过沉重，不该在春节档上映；有人吐槽演员演技不佳，不仅王一博被质疑，就连老戏骨梁朝伟都难逃恶评。更有人吐槽导演故弄玄虚，镜头语言与叙事方式都太过刻意。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但凡看过电影的人就知道，这部电影无论是剧情还是演技，都十分经得起推敲。导演在电影中安排的巧思设计也都很让人惊喜。好的电影在什么时候上映都是骄傲。全球破10亿的票房，金鸡奖8项提名，电影艺术和演员双项成就。王一博更是在金鸡奖提名之后，凭借电影无名，还入围了有亚洲奥斯卡之称的亚洲电影大奖新人奖。最难的点是这个奖的评委会主席今年还是日本人。在日本的海报当中，王一博和梁朝伟双男主出镜，官宣时也标注了无名的艺术成就。好在尽管外界饱受质疑，金鸡奖却给了这部电影最大的认可。当年春节档上映的作品，很多票房都远胜于无名，可最终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的却只有无名。而这部电影选在日本上映的态度，更是让观众忍不住敬佩，已经开始期待日本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感受了。原来好的作品真的可以穿越国界，为那段沉默压抑的历史报名。让人没想到的是，早在这部电影还没定档时，预售票房就已经在日本秒窃，很多粉丝甚至都根本没有抢到票。真的低估了王一博的国际号召力，让更多国外粉丝了解到那段水深火热的历史，这才是流量的价值和意义。而直到看到如今无名口碑逆袭，才明白王一博选剧本的眼光到底有多好。虽然至今王一博仅只上映了3部电影作品，但每一部都是经典，值得推敲，永远注重作品传达的思想和正能量，这才是粉丝该追的顶流。王一博在日本的崛起可谓是当今娱乐圈的一大奇迹，他的名字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媒体和粉丝们口中的热词，不断登上各种娱乐节目和热搜榜单。他的粉丝群不断扩大，日本的狂热追捧着实令人瞩目。这位中国偶像的在日本的成功不仅是偶然，而是其多年来在音乐、舞台和影视方面的努力和才华的结晶。他在日本市场的突破，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王一博在日本的成功，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共鸣和交流，也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架起了一座桥梁。他的魅力和才华在跨越国界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活力和实力。对于王一博的粉丝们，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更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闪耀时刻。让我们共同期待他在日本的更多精彩表现，同时也希望他能继续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更多贡献。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